那今天我们将继续分享我们的系列信息，不再前有所闻，前途无量。那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叫做圣经带来幸福的秘诀。圣经关于钱财可以带来幸福的秘诀。对你旁边人说一次，圣经可以带来幸福的秘诀，请说。有人认为钱财是可靠的，什么都靠不住，只有钱最可靠。有人认为钱财乃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人认为钱财是万能的，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有人认为钱财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为什么很多人想要变得有钱？因为他们觉得当我有钱，我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环境，可以不用再为未来担忧，可以让人不再小看我，可以更多的体现彰显出我个人的价值。因此很多人对钱财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角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很容易用钱来衡量一个人，衡量一切的事物。我们用钱来衡量一个人到底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我们会用钱衡量一个人到底是尊贵的还是卑贱的。我们用钱会衡量一个人到底是有价值的还是没有价值的。甚至我们会用钱衡量一个人的生命。你帮一个人杀了，或者你撞死他，你给他钱就可以解决。我们很容易去用钱财来衡量一切的人事物。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到底怎样看待钱财？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来看待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钱财？今天我要用另外一个高度，请说高度，来解析圣经怎么样看待钱财这件事情。圣经讲到哪几个人可以在钱财上可以很幸福，可以很快乐，可以很满足的秘诀，一些原则。第一个，选择殷勤的工作。跟你旁边说，你要殷勤的工作。因为圣经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殷勤的手必掌权，懒惰人必要服苦。神在这里今天告诉你一句话说，手懒的必要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殷勤的人手必掌权。伸出你的手，你说我的手是一双殷勤的手，是一手富足的手，是一个掌权的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这就是圣经讲到钱财幸福、钱财兴盛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你要选择殷勤，用你的手去工作。说到工作，我们常常会把钱财跟工作画成等号。如果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钱，没有工作等于没有收入。很多人认为工作的目的、工作的意义就是为了钱，工作的目的、工作的意义就是为了收入。我所有的工作就是为了利益而已。可是我们从圣经纯粹的角度来看，事实上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要让人去工作的。请注意听，事实上神创造人的时候就是要让人去工作的。为什么？因为神自己在工作，神自己在工作。所以在创世纪第1章、第2章，你看到神起初就是在那里工作的。创世纪2章3节说，神赐福给第7日，定为圣日，因为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神用6天来工作。听说神要工作，因此神创造人的时候，神要人也要工作。这也就是人被造的其中的一个目的。人是要去工作的，这是上帝的设计，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心意。因为在创世纪的2章15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使他看守。请说要上班，要工作。所以亚当跟夏娃他们在伊甸园的时候就在工作，他们在那里修理，在那里看守。不但如此，神还告诉他说，你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一切的爬虫。这就是上帝对他的心意。神是希望他工作的。为什么？
为什么神希望人工作？因为神要与人同工。跟你旁边再说一次，神要与你同工。神让人工作的目的就是神要与人同工。神用6天创造天地万物，最后也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类。然后上帝把他所创造的万物交给人来管理，交给人来维护，让人可以来运行，让人可以继续来工作。换句来说，神要人继续跟他同工，一起工作，这是最基本的概念。所以神创造人的目的就是要让人和他一起同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神在圣经上同时宣布2句话，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们是与神一起工作的，我们是和神一起在地上上班的，来管理来运行来维护的。所以你要用这种心态，我是和神一起工作的。什么样同工？表示我跟神是合作。请说合作，就是神做我也要做，神做一半我做一半，我负责开口传福音，神负责感动人信主，我负责按手，神负责医治，我负责祷告，神负责成全。就是神也要做，我也要做，我和神是同工的。所以人被造是要工作的，这是上帝的设计。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常常讲，我为什么要工作？因为我需要钱，我需要收入。所以在这里我稍微更正一下，严格的从圣经的观念来讲，工作能赚到的钱来生活只是副产品。什么意思？工作不只是为了赚钱，是为了生活。工作不只是为了利益，工作是为了关系，工作是为了好好生活。生活是一种关系情感的体现，因为关系的本身就是价值，而且能持续到一生。因为在天堂的时候，你和神在一起凭的是关系，不是为了享受物质。所以你赚很多钱的目的是为了生活，请说生活，是为了一个好的家庭，好的人际关系，并不是我为了追了钱，我放弃了家庭，我放弃了我该有的生活，放弃了我人该有的价格，该有的人格，该有的尊严。所以关系的本身才是我们值得追求的，因为关系可以持续一生，关系可以到永生，因为关系可以建造人，可以成全人，可以让人成长。其实上帝把人放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要亚当跟夏娃维护管理神所创造这一切，他们基本上生活上是没有缺乏的。他们工作是因为他们要与神同工，享受那一个关系，和神一起做许多美好的事情，享受与神同工的关系，享受夫妻在一起的关系，享受跟万物的关系。请说阿们。他们不是为了生存，为了活着，为了好的物质生活而去工作的那一种感觉，他们是为了那一个关系。但是当人类跟神之间因为罪隔开了，神跟人说，从今之后你们必须汗流浃背才能糊口，汗流满面才能糊口，直到你归到尘土。换句话说，今天有很多的人是因为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人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好像为了活下去，好像为了生活，我只好认真的工作，我只得认真的把工作当作我的目标，就是为了赚钱。但是一开始神创造人类的时候，工作的目的不是这样的。所以工作起初的意义是让神让人享受一个关系，发挥自己的价值所长，并且对万物、对全世界以及全人类产生贡献，而且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能够认识神，并且能荣耀神的名。今天耶稣基督在这里已经恢复了我们起初工作的意义，请说阿们。神已经恢复你起初工作的意义，让你恢复到原有这个工作的意义。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特别说，你们从今之后不要再为生活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不要再追求这一切，你要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按着上帝的心意享受那个关系。神说那个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会给你，因为钱财在你的生活当中是副产品。因此新约在讲了一句话，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不是给
人做。所以说阿们。神让你从起初再一次回复到我工作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享受工作中的一个关系。我在工作当中，我有一个朋友圈，我在工作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我在工作当中有夫妻在一起，我在工作中家庭可以一起面对这件事情，第二个可以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所长，体现自我的一种价值，发展自己的专长，自己特殊的职能，彰显出自己的意义，看到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以致你可以产生更多的贡献，荣神益人。你可以对这个世界带来许多好的祝福，你可以做好的管理跟发展，你可以帮助更多人，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荣耀上帝，因为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在那个工作过程当中，你可以彰显出上帝的荣美，你也可以表达上帝的荣美。比如来说，叫牧师，我每个星期要预备一场好的信息，牧师就要从星期一就开始好好的祷告，开始寻求，开始预备，然后到了星期四，我要把这篇信息，把自己所想的要用全文的方式把它写出来，然后呢要发给各个牧区，为了保证我们整个教会喂养的体系是一致，并且呢在周五的时候还要把这个信息发给我们的媒体同工，他们要去做学员版，要做讲师版，还要做 PPT， 然后到礼拜天了，我要到教会来分享，然后呢一个星期礼拜天我要讲4场，有时候呢在那个星期当中还要去3个不同的地方，有时候开车要有1个小时到2个小时，那车程就将近100多公里。每次礼拜天服侍完之后，我回到家里面，哇，都要爬着回到床上。辛不辛苦？辛苦。累不累？累。但是呢，当我听到有很多弟兄姐妹听到上帝的话语，生活被改变了，关系被改变了，然后自己的跟神的关系，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价值被改变的时候，越发靠近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会觉得哇，这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我觉得我很有成就感。请说阿们。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再辛苦都有价值，都有意义，而且我这个会在天上被纪念的，在天上被所算的。请说阿们。所以在你很多工作的时候，你把这件事做好的时候，你可以享受这件事情你做好之后那一个成就感。上帝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个荣耀，享受这个成就。每一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列好你今天要做的事情，1、2、3、4、5，列好它的优先次序。当你发现你今天把很多的事情都能完成的时候，哇，原来我是很不错的，我可以有能力把这些事情完成，而且把这些事情都做得很好。请说阿们。因为工作中享受关系，享受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而且我在这个关系当中，我服侍弟兄姐妹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跟我们在一起相处，那一个爱的团契，爱的生活，爱的家庭，而且又在工作中享受这个关系，不但在工作当中，而且可以体现出上帝透过我来服侍他们，就是我再辛苦一点我也愿意，我愿意摆上我自己。所以在工作里面，神让我们选择殷勤的服侍，因为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圣经又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圣经说，当一个人因为殷勤认真的工作，他的财富会加增的，他会变得越来越富有。其实只要基督徒依靠上帝给他的智慧的原则，尽忠职守，尽心竭力，正当的途径，按照圣经圣洁公义的原则好好殷勤的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被高举起来，他会被上帝祝福，他的财富会加增的。因为箴言书说，你看那办事殷勤的人吗？他必站在君王面前，必不站下贱人面前。当一个人很殷勤的时候，他要的位分要水涨船高，他要站在君王，站得更尊贵，这个世界上看得更有钱的人面前，然后他并不站在那更贫穷、更吝啬、更狭窄的人面前，因为神要将他高举起来。所以上帝基本祝福一个人殷勤认真工作，尽忠职守，按着正道来工作的人。在圣经有一个人名叫约瑟，请叫约瑟。
约瑟在波提华家里工作的时候，他就是竞争之手，按着圣洁公义的态度敬畏神，服侍神，神就使他高升。在波提华家里中没有比约瑟更大的，并且家中没有一样不交在约瑟手中。他没有说我只是一个奴隶啊，我被我哥哥出卖了，卖到这个家里面的，我能做什么？他每天没有在那里抱怨他过去的生活，抱怨他过去所拥有的，他是看我现在，我要殷勤的努力的工作，放下一切社会辖制我的，媒体辖制我的，手机辖制的，我选择好好工作。我不再为了我过去我受到的伤害，被哥哥卖，甚至成为奴隶，我要选择我现在用什么样的态度殷勤的去工作。因此当他殷勤的工作的时候，他家的祖母老板娘看上他了。这个老板娘天天找他说，约瑟，来，你长这么俊俏，能不能干？现在呢，在这个家里面，要么就是我，要么就是你了。这个家里人除了我之外，只是你最大了。那我们俩好不好？那个圣经说，那个约瑟主人的妻天天暗受秋波，以目传情给约瑟说，来吧，我们俩在一起吧，我们俩住在一块吧，我们俩同居吧，没关系波提华他不知道，因为他天天在法老那里上班，只有我们在家，因为在这个家里面你是大总管，我是主人的妻。约瑟，圣经说约瑟不从，对他主人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中，在此家里没有比我更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我怎么做这大恶得罪神呢？所以约瑟在工作当中，你发现他很殷勤，他不但殷勤，而且他做很多事情，他敬畏神。虽然最后约瑟被冤枉，但后来在工作中，他凡是敬畏神，凡是工作，他在工作中去建立关系，去享受关系，去发展关系。就是约瑟坐牢的时候，他在牢圈当中还是很殷勤的工作。监狱在牢圈里面，他的地位也很高，关系处理的也很好。圣经告诉我们说，监狱长把所有的犯人都交给约瑟来管理，还约瑟安排的事情，监狱长一概不查。在牢圈里面，他坐牢都能做到 No.1， 阿们吗？出于什么？请说殷勤，可以管理所有的囚犯。亲爱的各位家人，今天你在神的家中，无论在任何环境当中，神都可以在那个环境让你被高举起来，让你有荣耀，让你被祝福，这是上帝的心意。约瑟坐牢，监狱长说他所做的事情我一概不查，所以他在坐牢当中，他都能处理好这所有的关系，在享受坐牢怎么样去跟人建立关系。他没有说我坐牢了我能做什么，每天在这唉声叹气等死，他没有，他还在讲坐牢的时候怎么去发展关系，怎么样去殷勤可以工作，怎么殷勤的可以完成上帝托付在他身上的事业。所以后来他可以管理法老的全家以及整个埃及地。圣经说，法老对约瑟说，只有我坐在王位上的时候才比你大，当我没有坐在王位上的时候，包括我都在你的全面管理下。请说阿们。你发现约瑟怎么样一步一步水涨船高，就是他很殷勤的。约瑟是希伯来人，他被卖到埃及，他来到埃及要不要学埃及话？学埃及话，学一门语言，你要不要努力去学习？对他来讲，这是一门外语啊。那你从希伯来人再一次来到埃及，你10几岁，你要开始学外语，那个外语你要很努力的自己去学一门语言，要每天去花时间去背单词，每天去背词组，每天去练主句，你要去学埃及话的。你不但学埃及话，你而且在埃及的时候，你还要怎么样去搞定，就算你到了法老这个位分之上，你怎么样去搞定那些文官那些武官，跟武官怎么搞，跟文官怎么搞，那些能杀的能喝的你要会跟他喝，你要会跟他干，你要跟那些讲文的你也会文两句，你也会周两句，你也会讲一些文学，了解一些埃及的历史。所以你发现他这些知识都是他在学习过程当中努力的殷勤的装备自己，让自己充满知识，充满学问，充满这一个能力，他才可以水涨船高，可以管理到埃及，从波提乏家到管理整个大内监牢，这个监牢的总管，一级升至到法老的。后来
这样子我们看到一个人成为尊贵富足，是因为他选择殷勤工作，按着圣洁公义的态度来敬畏神。所以这些书你要看到办事殷勤的人，他必站在君王面前，不站在下贱人面前。请说阿们。好了，约瑟最终站在谁的面前？君王面前，他没有站在下贱人面前。所以箴言书12章24节说，殷勤的人手必掌权。我真的很渴望我们在座的每位家人，利未的家人，未来手要掌权，手要掌权，不但掌权，手里要握藏财物。请说阿们。神要祝福我们，要丰盛起来，财物要富足起来，不但富足，手里还要有权，要透过你殷勤开始，不要再懒惰。圣经没有反对人正当赚钱而致富，也没有认为有钱就是有罪，有钱就是贪爱世界。在中国教会是指中国的教会的基督徒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好像要装的穷一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装的好像要穷一点，好车子不敢开，好衣服不敢穿，车子呢不要开太夸张啊，一般就可以了。好东西吃的时候要偷偷自己吃，好像教会有一种排富的情节，好像我们来到教会就是不能富有，教会就是要很贫穷啊，低低的走在这个社会上。请对你旁边说，这是一个魔鬼的欺骗。所以从圣经来看，神没有反对一个人因为殷勤工作，吃好一点，穿好一点，赚更多钱而富足，反而神祝福那些殷勤选择工作，并且警教那些懒惰人不好好工作的。圣经对那说不好好工作的人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以吃饭。你发现圣经告诉你说，如果你懒在那里，天天不做工啊，每天就在那刷手机啊，每天在家里就躺平啊，如果你是这种态度，你就不要吃饭了。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殷勤的工作呀，因为工作是上帝设计给你的，要在工作当中你去享受一个关系的，在工作当中你去享受自我价值成功的一种体现，彰显出你的特质。所以圣经反对的是什么？圣经反对的是贪财。所以圣经箴言书15章27节说，贪恋财力的扰害己家。一个人如果他的心是贪财的，最后会伤害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也会伤害自己。因为贪财会被耶和华所抛弃，他也会抛弃耶和华，因为他放弃神的法则，放弃神的真理，贪财会成为很多罪恶的根源。所以神不反对人富足，神富有，但是神反对人把钱财视为跟神一样重要，一样同等。所以为什么神不要我们贪财？那钱财不是不好，但是当你贪财的时候，就是圣经所反对的。但是这个背后里面讲到的是一个价值的体系。当我们把钱财视为比神更重要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指钱财的本身跟神的本身，而是代表那个背后的一个价值。当我说神更重要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神的本身，而是说关乎神的教导、神的真理、神的法则。可是这种东西放到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的优先次序里，或者排到你的时间里的时候，你真的认为你看重神比看重钱更重要吗？这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要去看重的。无论是富是贫是多是少，神都让我们在当下的环境都可以好好的活下去。神都祝福我们可以享受工作中带来的关系。所以人生当中要有几个好朋友。对你旁边你要有好朋友。如果你人生当中除了赚钱没有朋友没有家庭，你真是一个彻底失败的人，你是一个机器人，你活得真的没有意义。你会常常觉得人生很空虚，人活得没有意义，人活得没有价值。所以人生当中一定要找到几个知心的好朋友，找到知心的好朋友。无论你年龄多大哈，你在我们中间有70、60的，你也有知心的好朋友，可以推心置腹的，有需要他可以走到你身边的人。这样你在人生当中你会彰显出，哇，原来我有一个人爱我，上帝可以透过他来爱我。请说阿们。
你人生要有好朋友。所以第一个我们讲的重点就是我们要选择认真殷勤的工作。工作的本质其实重点不是赚钱，它的重点就是我们能在工作中享受关系，能够在工作中发展自己，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产生贡献，带来祝福。我们可以在工作当中荣耀上帝的名，工作中顺便也可以有收入，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的收入来过我们的生活。所以我的重点就是圣经没有反对人正当赚钱而致富，圣经没有反对基督徒不能有钱不能富足。华海斯尼说，神要祝福那些选择殷勤工作的人，让他的手掌权，让他的手富足。圣经讲的重点在这里，就算你是富二代，就算你现在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就算你现在已经不用工作，你已经拥有很多资产够你生活了，但是你仍然被设计要去工作。因为工作最终的价值，最终的意义，它不是为了赚钱，它是一种关系，它是一种使命。好了，请你旁边说是一种关系，一种使命。好了，圣经讲到了哪几个可以在钱财上我们可以很幸福的过生活的原则跟秘诀？第二个，可以慷慨的给予。圣经讲到可以在钱财上很幸福的秘诀跟原则，第二个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慷慨的给予者。圣经在旧约在新约讲到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事情。他讲到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你要怎么给人，神就怎么给你；你要怎么给人，神就怎么给你。我们一起来读圣经，路加福音6章38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按带摇，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也就是说，一种属灵的法则，一个属灵的次序，就是当你愿意给人家的时候，神就会给你，并且是你说用十足的升斗，请说满足、全备、丰盛，是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毫无保留，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里，倒在你，而且事实上神要给你更多。但是最后有一句话，你不要忘记耶稣怎么说，就是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换句说，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很吝啬的人，只进不出的人，铁公鸡的人，你会很贫穷的。不要每次吃饭都是别人买单，别人买单，别人买单。不要每次逛街都是别人请你喝饮料，别人请你喝奶茶，好不好？主动一点，慷慨一点，为别人奉献一点。不要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是等着别人请我吃饭，看今天谁请吃饭，抢着去买单。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上帝会祝福。当你给人的时候越多的时候，神会给我们越多。社会上现在常说舍得，越舍越得。箴言书11章24节说，有吝惜过度的，反致贫穷。就是你抠门过度的，你必贫穷啊。如果你看到有些朋友有需要，你看到一些弟兄姐妹有需要，你看到教会的事工有需要，你都没有任何反应，或者你很吝啬的给一些，但是你给了之后，你发现我这给了点，我再抽回来一点。如果你是这样的话，神在后面说，我原本说我是预备了一个大礼包，丰富的要给你呢，你抽回来这我也抽回来一点，你再抽回来点我也再回来，你给我打个折，上帝说我也给你打个折，你打8折我打8折，你打7折我打7折，你打5折我打5折。因为上帝说你怎么样给人，我就怎么样给你，你用什么量器量给别人，我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这是一个慷慨的法则，这是你在地上可以富足的一个法则。耶稣说，当你给人的时候，就会用十足的升斗，上尖下流，倒在你的怀里啊。
什么要倒在你的怀里？不是倒在你的身边是让你自己可以接得住的，已经在你手中可以拥有的，可以体验到的，可以感受到的，可以满足到的。请说阿们。不是倒在你旁边，不是给你邻居，不是给你旁边，不是放在你家里，是倒在你自己的怀里，你可以感受到，哇，原来我有这么多，原来我这么丰富，原来我这么被上帝恩待。虽然我给很多，给贫穷的，给软弱的，给需要人，但是我给出去，发现上帝祝福我还是这么多，而且比以前更丰富，比以前更多。这个叫慷慨的给予。这个就是圣经讲的属灵的法则，决定在于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神是万有的拥有者，神可以给你很多，可是神不能违背他自己的话。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你对别人很吝啬，虽然神是慷慨的神，神的本质就是慷慨，他慷慨到一种地步，他把他自己都给了我们，他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你说天父慷不慷慨？爱你爱到地，我把我的儿子给你。神给我们的时候毫无保留，完全的给，慷慨的给。所以很多人常常就是很抠，一切都想着自己，一切都是先满足自己。那对那些吝啬的人，对别人很吝啬，亲爱的各位家人，你千万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成为。我祝愿我们在座的每位利未家人，你不要成为这样的人，你不要成为这样，你很贫穷，你会贫穷的，这样你会有缺乏的，不要成为这样的。有时候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成长的环境跟背景，我们怕穷，我们怕没钱，甚至我们被我们上一代的长辈不断的教导说要把钱藏起来，不要发现这么大方，要让别人去发现。甚至我们父母那一段，他们吃过苦，他们受过苦，他们怕没钱，他们过过没有钱的生活，他们吃不饱，甚至他们到处跑。实际上他们穷怕了，他已经怕了，他真的怕了。所以我们有意无意间就把一种惧怕没有钱的一种概念和传统的一些看法放在我们身上，小心没有钱啊，好怕没有钱哦。但圣经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一天到晚都是这么抠，我们要成为一个慷慨给予的人，这样你就会昌盛，这样你就会富足。因为神说，当你给人的时候，人会给你更多。因为在圣经保罗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来描述这件事情，说的钱财就像是种子一样。请说种子。我们一起来读一段圣经。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其实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概念，一个属灵的法则。保罗说，钱财就好像种子一样，当一个农夫撒种子越撒越多的时候，他的收成也会越收越多。如果他撒种撒得越撒越少，他的收成也会越来越少。保罗用这样的概念来描述我们对钱财的态度。那赐种子给人吃的，也赐种子给人撒的，必多多加增你们种地的种子。当一个农夫在一个季节里面，当他收到了庄稼，无论是大豆，无论是麦子，无论是花生，无论是玉米，当他收到这些食物的时候呢，他有两种处理。一种处理把它归成为食物，第二种处理把它归类成为种子。第一类归类成食物的，食物是要吃掉的，因为它是食物，必须要把它吃掉。第二个归类成种子，种子是要撒出去的，种子是可以再生食物的，可以在下一个季节再收获一波。所以你的钱财有一部分是种子，有一部分是食物，食物要够吃掉，种子要留下来。所以每一个月你要留下种子，请你旁边说要留种子。如果你不留种子，你就未来就没有食物。你种子留的越来越少，你未来越来越没有食物。当你种子留的越来越多，你未来的食物会越来
越多。保罗说，就像农夫这样的原则跟模式，你要把它放在你对金钱的上面。金钱就好像种子一样，所以你收到的钱财，你不能全部发在你自己身上，你要像种子一样撒出去，帮助别人，周济穷人。你要成为一个慷慨的人。当你撒出去的时候，你未来会收得更多。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身边的朋友都会来给予，因为你撒得多，你收的就多。如果在你平常的生活，你根本没有帮助你的朋友，你没有去建立关系，你没有好好去撒种，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发现你身边好孤单，一个人没有帮助。所以圣经给你的概念中，当你撒出去的时候，钱财撒出去的，未来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发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叫做收获，这叫做种子的原则。圣经不但如此，当你可以慷慨的给予，慷慨的周济穷人，一方面你可以得到人的帮助，更重要你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因为圣经说，怜悯穷人的是借给耶和华，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不是纪念，是偿还。当你怜悯穷人，你只要给穷人的时候，然后他的善行，神说我要给你，不是只是在天上纪念你，我还要偿还你。上个礼拜天我带孩子出去，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大概8点多8点半的时候，我带他出去散步。散步的时候，我们经历过一家便利店，我们在里逛了半天，不知买什么。最后说，我们想吃一个冰淇淋。OK， 我们买了一个冰淇淋。当买了一个冰淇淋的时候，突然我里面有一个愿，我多买一支冰淇淋。2个小朋友嘛，我们3个人嘛，买了4支冰淇淋。为什么多买一支？因为我每次我们出门的时候会经过保安亭，保安亭的时候有一个大叔，他在那里看。每次我路过的时候，我就拿了一个冰淇淋送给他。虽然是很小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当我有困难的时候，未来他一定会帮助我。阿们吗？当有一天我出不了门的时候，门要封了，说这里有个后门你可以走啊，也有可能啊。这个就在撒种，请说阿们。所以很小的一件事情，你开始可以撒种，可以成为慷慨。那一支冰淇淋有可能也就是5块钱，有这个没那么重要。不要成为这么小气人。在生活当中，去买水的时候，有时候多买一瓶。你看到路边有乞丐的时候，给他一个。买饭的时候，你看到有别人甚至吃不了饭，甚至他在那里觉得很贫，你会多给他点一个菜送给他，没关系的。神说，当你成为一个慷慨的人，照顾了你身边的贫穷的人，神会祝福你的，耶和华必偿还。箴言书12章25节说，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被滋润。这是圣经的法则。当你愿意滋润别人的时候，你也必滋润。当你好施舍的时候，你一定会丰裕的。因为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请说一次，施比受更有福。好，在你旁边的人身边给他宣告说，施比受更有福。好，再宣告一次，大声宣告一次，你就是那一个人，你就是那一个人。你要领受这个祝福，你的财富会康盛起来，你的财富会健康起来。不要成为一个冷漠的人。你发现圣经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哥尼流，哥尼流，他是一个慷慨给予奉献周济穷人的人。第二，他也是一个祷告人。第三，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因此神就给他一个特别的恩典。使徒行传第10章讲到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他是意大营里的百夫长，他是一个虔诚，他全家都敬畏神。圣经说他多多周济百姓，他多多的慷慨的给予，他多多的慷慨的奉献，而且他常常的祷告。但是你发现，因着他这样做的一件事情，有一天约在申桌，他在异象中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听着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到神面前，以蒙纪念。哈利路亚！你知道这句话多有价值，多有意义吗？我多么希望在我有一天死之前，我也听到这句话，说你的服事跟你的奉献已被纪念，死都满足了，已经被纪念了，神已经偿还了。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已经被纪念了。你发现他成为一个慷慨的人，神给他预备了私下一个很大的礼物啊，很大的一个祝福。他就特别说，你看着
神告诉他，你现在去打发人去到这个约泊去，请他称呼彼得的西门。于是彼得就来，彼得在说话之前，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人身上，然后接着圣灵就充满了他们。阿们。并且他们开始说方言，称赞神的伟大。神为了哥尼流一家专门安排了一次圣灵充满，请说阿们。哇，这是什么恩典？这是什么恩典？就是他慷慨，就是他祷告，就是他敬畏神。一个敬畏神的人，无论他在任何地方，神从来都不会撇下他，神的眼睛一直都在盯他。无论在任何环境，无论在任何城市，无论在任何环境跟遭遇下，神他的眼睛都在看顾这样的人，慷慨给予的人，祷告的人，跟敬畏神的人。神会为他特别精心预备好的礼物，请说阿们。保罗说，财物就像是种子一样，你可以吃一部分，可是你一定要把种子再撒出去一部分。当你这样做，你下一波的收入会更多，然后你再吃一小部分，你再撒出一大部分，你就可以收入更多。从这样的循环里面，你越撒越多，越收越多，越收越多，越撒越多。所以在未来的时候，你就会还是富足，可以多多的施舍。那很多人就会因为你施舍得到你的帮助，他们就感谢归给神了，所以神得到更多的感谢。这是一个财务360度的祝福，就说360度的祝福是一个循环。当你不断撒种，收入不断多，不断撒种，收入不断多。其实牧师鼓励你们勇敢的慷慨的给予。当你看到你身边有一些这样的需要，看到这个世界有一些需要，你施舍给予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有一个加倍的祝福临到你，在你的生命当中，当神一定会给你一个大大的祝福。第三个，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可以在钱财上我可以很幸福的过日子，就是追求财务自由。就说财务自由，哇，财务自由，想不想财务自由？好，圣经讲到可以在钱财上幸福的秘诀，第三个就是你要追求财务自由。什么叫财务自由？哥林多6章23节，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它的辖制。圣经讲的财务自由跟我们社会讲的财务自由是不同的。社会讲的财务自由是指人无需为生活的开销而努力，为钱而工作的一种状态，不是指人在一种时间内已经得到巨额的财富，或者已经他的被动收入已经够他生活所开支的一切，可以实现个人在大部分上物质享受的目标。什么是圣经讲的财务自由？就是我不要被财务捆绑，我不要受他的辖制，以至于没有自由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如果今天牧师身体感冒了，被感冒病毒所捆绑，哇，今天我感觉头好疼啊，哇，发烧了，哇，你发现我今天有很多事都不能做，很多想做的事做不了，所以呢，我最好要保持我自己是一个健康的，我最好我是一个自由的。当你的钱财是一种自由的状态，你就可以做很多你想做的事情，你不被钱财所捆绑。当钱财成为你的捆绑的时候，你唯一的目标就是我要这样，为了钱。你每天奔波思想、目标、意义、思想状态都是为了钱，你没有任何自由。你不会看到你生活上本来很美好的，拥有的孩子在你旁边，你不会珍惜他；拥有好的家庭生活，你不会珍惜他；拥有好的朋友在你旁边，你不会珍惜他；甚至你的父母在你面前为你煮一碗好的面，甚至精心为你准备了一个晚餐，你都没有对父母说感谢你妈妈、爸爸，谢谢你。你的里面反而充满许多负面、反抗、悖逆的情绪，认为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看不起，自视清高。亲爱的各位家人，珍惜我们现在有的生活，追求圣经所讲的自由。所以我们最好是健康自由的，可以做我们该做的。同样，圣经上说我们的生命不要被罪捆绑，我们就能够自由的奔向神为我们所立到的人生标杆。很多人他明明知道很多不应该做，可是因为有一个罪的辖制，有一个隐患，
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因为有一个悲伤、消极、负面的思维模式一直在他的生活当中，一直在拉着他。但是今天你在耶稣基督里可以自由，但是今天你真正在耶稣基督里可以得胜。我可以得胜，我可以得胜，请说阿们。圣经有3方面告诉我们你可以真自由。第一个，耶稣基督会使你自由，就是你的信仰，因着耶稣，你的信仰可以使你自由，可以使你脱离一切的辖制，一切罪的隐患，一切罪的捆绑。因为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祷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差我报告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辖制的得以自由。圣经也说，约翰福音8章36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了，你们就真自由了。你可以脱离你以前过罪的生活，是因为你的信仰可以脱离。第二个可以使你自由，就是真理会使你自由，就是神的话。请说神的话。神的话可以更新你的思想，可以更新你负面、消极、不正能量的思想，甚至你被很多负面的思想所辖制，淫秽的思想所辖制。但是神说他可以更新，让你的思想可以想到积极的事情，可以过得美满。所以你要多读神的话，因为圣经说你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得自由。当更多神的话在你的里面，你的生活、你的思想就会从负面变成正向，你不会在反向里面、消极里面去做生活。这就是我们常常一再的提醒大家，要多读经，多读经，多读经。为什么人都喜欢阳光的人？甚至你发现很多的植物都离不开阳光，甚至向日葵它要朝着阳光的方向去生长，因为人都喜欢向阳的人。什么人他一直会成为向阳的人、正向的人？就是他心里有神话语的人。他对生活充满了美好，他对生活充满了期待，他对生活每天说，哇，今天是美好的一天，我今天有美好的祝福，我今天必经历美好的事情。他对生活每天都在说，哎，今天是美好的，今天是美好的，今天是美好的，今天是感恩的，今天是感恩的，今天是感恩的。请说阿们。所以当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的思想会更改，会被更新。你每一天早上起来先去读神的话，再去工作，你发现你今天的心情、你的情绪非常好。你知道我们在社会当中无论什么脑瘤、疾病，甚至精神疾病越来越多。你发现这些疾病越来越多，最终的出现都是从哪里来的？人的情绪，社会快节奏的生活压力所致。现在你发现每年的大学生当中有多少是抑郁症的？所以未来有一个很好的职业叫做心理学的职业，我们中间也有人去考心理学执照。这是未来非常火的，有可能1节课都是几千块钱1节课，比你去吃医院抓药还来得快。而且你要预约排表，你要提前预约，一般你还预约不上。每年我们国内的这个抑郁症的人群，同比去年增长了 3.8%， 100个人当中有 3.8 个人是抑郁症的。亲爱的各位家人，亲爱的各位家人，什么导致？就是里面没有话语，里面没有话语，活在空虚当中，只有外在的环境充实着他，他里面没有话语肯定他，所以他生活当中充满了负面。所以真理会使你自由，真理会更新你的思想。第三个，主的灵会使你自由，就是圣灵。圣灵可以给你得自由的能力。圣经说，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当圣灵在你的心里的时候，你这里会得到自由。请说邀请圣灵。最后，圣经讲如何拥有财务自由的关键有3个。第一个，规划开支而不是规划收入。请注意听，第一个就是要规划开支，规划你的花费。除非你好好的规划，不然你的钱怎么用完你都不清楚。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你可以在任何收入状态里面都可以学习财务自由。如果你不好好规划你的开支，你赚再多的钱你都会觉得钱不够。箴言书21章5节说，殷勤筹划的足致丰裕，行事急躁的都必缺乏。请把行事急躁圈起来。什么叫做行事急躁？就是逛商场看到打折就买，
看到漂亮衣服刷视频就下单，看到这个美食主播在吃好吃的就买，反正这个也买这个也买，完全没有规划，啪啪啪啪啪一划，哇，好几百块钱出。看到别人穿的衣服好帅，哇，我也买，结果一穿，哇，好不合身的。所以你没有做任何规划，就是形式知道，看到了就买，看到了就买。你的每个月财务当中没有规定好，你每个月开支多少，你的开支的方向去哪里。所以呢，你一看到这些打折的时候呢，你就嗨了，你的血脉就膨胀了，就升级了，就开始购买。那些财务很自由的人，第一点就是规划他的开支，他不是规划他的收入。很多人都在忙着规划我的收入，很多的时候你规划收入很困难，因为你希望今年收入多一点，甚至你希望下个月收入多一点，有时候常常都是事与愿违，不如你愿。但是真正财务自由就是规划你的花费。给你一个小建议，拿出一个小本本，当然如果你愿意的话，用笔记本也行，每个月把你开支的东西写下来，做财务开销。当你借完这个月的时候，你去看有哪些的开销是不必要的，规划你的开支，你就会越来越丰富。很多人说，牧师啊，是因为我收入太少了，所以我的财务不自由。只要我的薪水再高一点，只要我的收入再多一点，那我的财务未来是一定自由。如果你真的想要财务自由，不是规划你的收入，是规划你的开支。你要规定好你的开支，所以鼓励大家要控制自己的花销。其实重点不是你收入多少，你可以财务自由，而是你能不能有效的控制你的支出，才能够确保你的财务的自由。第二个，圣经讲到我们可以财务自由的关键，感到满足，千万不要负债。箴言书22章7节，富管辖穷人，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所以要想追求财务自由，就要感到满足，千万不要负债，不要透支未来，不要过度消费。当我知道今天全世界的经济的整个架构基本上都是负债的，用负债杠杆原理去生活，有些国家是全国举债，甚至个人举债，甚至信用举债啊，这个房屋贷款呢，车子贷款呢，这个工作事业也贷款啊，甚至没有一个人是不贷款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也是因为这样，我们的财务成为捆绑。我们每一天被按在地上，被一层一层的剥削，你觉得你生活都不敢大喘气，想吃一顿好的都要紧抠又抠，抠完又抠啊！有时候吝啬也难为你们了。也许我今天要说零负债，也许不实际，但是呢，我要讲这样子，你要把你财务降低到你可以很轻松的处理和解决，就是你的债务只能占你的收入的1/3，请注意听，你的债务只能占你的1/3，你不能够被你的债务压倒，不然你就没办法自由的去做一些你该做的事情。上个月我去上海见了一个金字塔的金融的一个老板，他的收入很大笔，钱很多。他说他赚钱真的是像捡钱一样，因为他是买债券买股票，他是做金融的。他在上海市中心买了2栋楼，哇，你就知道他身价有多少钱了。他说当然他是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跟我讲一件事，牧师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基督徒一定要满足。他要像我做这种工作，如果不满足就会掉下去。他说我永远会用我钱财里面的1/3去投资。他说我不会用我所有的钱财，我会用我的1/3。他每次我会越过这条红线的时候，神都会管教我。有时候他会因为一个金融事件，他就罚款2000万，他就知道哇，神道其实因为我要越过这条线了。我只要拿我收入的所有的钱财里面的1/3投资就可以了。就算这个可以就可以，不可以也没有关系，我还有2/3，可以确保我整个生活，我整个公司，我整个事业。哇！当我听到这个，哇，这个真是有生命的基督徒，请说阿们。所以亲爱的各位家人，你也是这样，
如果你有负债，要把你的负债降到你可以掌控、你可以驾驭的尽量是在你的收入的1/3，不要用你全部去投资，用你1/3就可以了。如果你的钱财全部去投下去，如果因为世界随便的一个动乱，因为明天如何你并不知道，有可发生一个天灾人祸或天灾这个事件，你所有的财富就一下没有了。哇，难道你还要真的要东山再起吗？从头再来吗？不要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明天的事，明天的。有时候在投资这件事情上，有句话说：“投资有风险，需谨慎。”啊，确实。所以用你1/3就可以了。你要面对你的财务要感到满足。其实一个人常常会陷入到财务不自由的时候，是因为他觉得不够。圣经让我们学习，任何环境当中都要学习到满足跟感恩，要能够满足自己所有的，胜过贪图无厌。很多人的生命不是没有钱，他已经够了，但是他却还不够。他觉得人家那么有钱，人家开那么多好车子，住那么好的，我要跟他拼啊，我要血拼啊，我也要。所以你就放现在财务不自由。很多的时候你会越感觉不满足，你就会越容易感到自己贫穷。请注意听，很多的时候你越感觉不满足的时候，就是感觉越贫穷的时候。当你越感觉财务不自由，你就越感觉到自己不够。其实钱是创造价值的，你要用你钱财去创造明天的未来，建造一个美好的关系，经营一个美好的家庭，带来一个美好的回忆，享受成功的人生，活在当下，拥有自由的生命，然后帮助别人。这些东西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得来的。你知道我们当牧师，我们做传道人，人生当中唯一的一个兴趣是什么？唯一的一个兴趣就是你唯一的一个兴趣就是你要以祈祷传道为念。今天我做牧师，甚至有很多人决定献身做传道人，就是他已经决定了他这一生不再把钱财、把世界、把物质成为他追求的目标，他一定要在这方面得胜，胜过看淡世界的钱财，看淡世界的物质，看淡世界所拥有这一切，他才能真正做牧师，他才能真正跟从神。如果说你要去追求世界，你没办法做牧师；你要想追求钱财，你没办法做牧师。你说，如果我要去追求钱财，有可能我也会有一个很好的公司，有可能我的生活也会过得非常好。但是当我决定献身那一天的时候，我人生当中唯一要感兴趣的事情，也是唯一要追求的事情，就是要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传道。这就是我一生要去追求的一个梦想，也是我一生要献上要去做的一个事业。我渴望在未来一件事情，上帝对我每一个家人他的期待也是如此。世界会过去的，永恒才是我们要追求的。上帝是渴望我们在地上不要因着物质，因为金钱让我们弄得浑身是伤。他渴望在地上你可以享受一个有衣有食就当丰富的一个生活。圣经说，能以吃用在劳碌中喜乐的生活，在工作中仍然可以喜乐的生活。你知道，牧师生活在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当中，父亲也是教会的牧者。我从小跟着父亲去过很多的家庭，去过很多教会，到过很多的地方，我看过很多不同人之人。结果我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我看到有很多真正快乐的人，真正很幸福的人，人生过得很丰富的人，其实并不是真正很有钱的人，不是真正很有钱的人。很多的时候他们未必是很有钱，但他们生活过得真的是很喜乐，很满足，很幸福。他们全心全意的工作，认真的服侍教会，认真的十一奉献，他们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在服侍神，他们的家庭很美满，亲子之间关系很和谐，夫妻之间很幸福。当然有很多的财务丰富的基督徒，他也做到这一点，我相信很丰富基督徒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也可以享受一个很好的生活，因为他知道他的原则，他的界限，他的红线在哪里。
当他越过那条线的时候，他马上心里就有感觉，圣灵就会给他提醒，他知道我要回归到任何他该去的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圣经讲到如何拥有钱财，让钱财更自由，可以追求财务自由。第三个最后一个就是信靠神而活着，而不是要依靠钱财而活着。腓立比书4章19节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里使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充足。一个人真正能不能实现财务自由，一个有智慧的人生，想要拥有智慧的人生，他的选择是依靠神而活着，而不是选择依靠物质而活着。意思就是你相不相信神可以供应你所需用的一切。好，今天我们要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了，对你旁边说，系好安全带，我们要开快车了。从宏观的角度来讲，注意听，从宏观的角度，圣经理财观就是你不要关注金钱。换句话说，圣经的理财观就是你不要理财。哇，圣经的理财观是这样，圣经的理财观就是告诉你不要理财。我讲的这一点有可能有点极端，但是呢，本质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当一个人太专注钱财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被钱财所辖制。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圣经真正理财观就是你不要把你的心力、你的思想、你的全人全部放在钱财上。你的人生不应该关注钱财事物，你应该去关注许多重要的事情。这表明你在财务上才是真正自由的。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当你去关心神的国和神的旨意有没有建立，你要去关心神的福音有没有被扩展，你要关切你有没有真实落实彼此相爱的生活，你有没有经营好你的关系，你有没有经营好你跟家人之间有没有一个正常幸福的生活。这些都是圣经说比金钱更重要的事情。甚至如果你有钱，你应该把钱投资在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上，就是这些事情上，去经营好你的家庭，经营好你的孩子，经营好你现在拥有的这一切的朋友，你这些关系，这个才是你重要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重钱胜过这一切，我们就会变得在财务上不自由。有人说，我觉得钱不够多，怎么去关心神的国度？我都快活不下去了，我都快没得吃了，我还怎么去关心福音的工作？我还去关心谁爱我吗？还怎么去彼此相爱吗？很多人认为是这样的，很多人认为只要去追求更多的金钱，或者担忧更多的金钱，而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这就会让我们在财务上不自由。很多的时候，很多人说，牧师，我真的没有钱，我要有钱呐。我有钱的时候，我一定会关心神的教会，我一定会关心神的工作，我一定会建立好的关系，我一定很努力去把自己的孩子带在身边。甚至在立位教会当中，你听牧师也一直不断在讲，我的建议是，你的孩子不要留在老家给父母带，要带到自己身边。就算你的收入少一点，生活过得苦一点，没有关系，一定要把自己的孩子带到自己身边，不要把孩子丢起来，因为那是上帝托付你自重的一个财产，比你赚社会的钱更多。要把孩子带来，就算我工作忙一点，我少赚一点钱，但是孩子在我身边。当孩子有一天长大的时候，那是你最大的拥有的财富。这是我们利未人的精神，这是我们利未人的信仰。孩子要自己养，就是孩子要自己养。耶稣说什么？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所修的这一切，你们天父都是知道的。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一起，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说，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你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去操心，这些都是不信的人外邦人所寻求的。你的天父是知道你所需用这些，你要先求天父的国度有没有实现，上帝的旨意有没有建立，那你吃什么喝什么，上帝就会供应你所需用一切。在旧约的时候，神将马达降下来供应以色列人40年，在新约，耶稣用5个饼2条鱼喂饱男丁5000，还装满12篮子。神会供应这一切，你相信吗？关键你相不相信神给你的应许。请注意，耶稣在讲这句话之前，耶稣说，你去看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必须在仓里。你去想野地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你想野地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中，神还可以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何况你们呢？这是耶稣说的，何况你们呢？耶稣知道有一些人不认识他，不信他，所以他们只好为钱财去担忧。
担忧世界上的生活，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但耶稣说，你们不是这种人，你们是信我的，你们是跟随我的，你们是敬拜我的，你们不要为生活去担忧这一切事情，我会供应你所需用的一切。其实耶稣他揭开了一个很大的奥秘，当我们成为上帝儿女那一天，其实我们就已经恢复跟天父之间的关系，我们再一次恢复到伊甸园的工作状态。伊甸园工作是在工作中享受关系，上帝会供应亚当夏娃所需用的一切，你不需要为自己去劳碌什么，其实你已经回到神所预备伊甸园的关系。在伊甸园当中的目的就是在工作中享受关系。就算你有员工，你要跟员工搞得好啊，也要在工作中跟员工享受关系，在工作中享受跟家人一起工作的快乐，甚至你还可以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去看大自然的关系，这都是让我们可以在享受里面。请说享受。第二，可以在工作里彰显自己，体现自我的价值，发现自己的才能，最终为这个社会为你周边的人做出贡献，荣神益人。当你成为上帝儿女之后，你的工作的目的不再赚钱，你的工作的目的是要把你的生命成全起来，可以成为重大的祝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命可以荣耀上帝。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圣经里面许多的人物，包括教会历史当中许多伟大神重用的人，如戴德生、马里逊、葛培理，甚至这一些人，他们有时候从加拿大、从英国到中国，早期在这里宣教，包括我读到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摩西、大卫、保罗他们的一生，我没有读到他们说我现在收入不够啊，我下一餐怎么办？我退休了，我年纪老迈了，我退休没有保障，好像没有钱，我怎么活下去？我的孩子受教育怎么办？我活下来经济收入状况我从来没有读到他们对钱财的担忧，他们对钱财团认这个问题，他们都是全心全意的专注一件事情，福音被传开，神的旨意有没有被降临，神的国度有没有被戳开，他们从来不想这个问题。你在想什么？你在担心什么？其实圣经真正的理财原理就是告诉你，不要太专注钱财，专注于神的国，神会供应所需用一切。邀请各位家人从座位站起来，我邀请你凭着你的信心，在神的面前来宣告这一段经文，就在诗篇的23篇第1节到第6节，用你的心跟神说，神啊，你是我的牧者。用你祷告的心再跟神说，你是我的牧者。用你的生命跟神说，你是我的牧者。请读，预备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为你做祝福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你是我的牧者，你是我的供应，我必不缺乏。今天你告诉我，工作真正的意义不是为了钱财，而是在工作中放一种态度去享受工作中的关系，享受我和家人一起工作，享受我跟我朋友一起工作，享受我跟员工一起工作。让我用享受的态度去工作，让我用享受的态度去侍奉，而且在侍奉当中可以彰显出你给我的价值，让我可以在这件事情来荣耀你。天父，改变我的思维，让我在财务上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知道我追求的真正自由不是我自己自由，而是神你在我里面使我的生命真正自由。让我开始学习规划我的财务，并不是规划我的收入，让我规划我的开支，让我在开支上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
愿神谢谢你将今天这好的信息祝福给我，更重要的让我成为一个慷慨的人。你告诉我们，当我们给人的时候，你就给我们的，而且给我们更多，而且用十足的生动倒在我的怀中，让我成为一个慷慨的人，成为一个祝福身边的人，帮助贫穷的人。谢谢你天父，祝福我们利未每一个家人，每一位朋友来到你的面前。从今天开始，我们要领受耶和华的丰盛，耶和华要做我的牧者，宣告我生活当中有软弱的，有贫穷的，有缺乏的。今天开始，我必不是缺乏，而且我在你的面前必福杯满溢。当我专心寻求你的时候，你使我这一生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而且我在神的殿当中常常敬拜他，直到这一生的结束。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